为什么说骡子怀孕必死？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骡子真的不能生育？相信大家对骡子都不陌生。作为马和驴的杂交物种，骡子继承了这两种动物身上的优点，不仅生命力非常顽强，并且它们的耐力也是自然界中数一数二的。因此，很多人都会选择骡子来帮助家中干活。只是让人感到疑惑的是，自然界中的骡子数量这么多，但是却从来没有见过它们的后代。骡子难道没有生育能力吗？自然界中不同的物种之间大多存在着生殖隔离，并且生殖隔离的种类非常多。而马和驴虽然能够成功生下后代，但是骡子无法进行后代的繁育，也是生殖隔离的一种表现。虽然马和驴不属于同一物种，但是它们的亲缘关系非常近，所以即使是自然交配的情况下，也有能够生下后代的可能性。但是骡子与自然界中其他生物不同的是，它们的染色体数量只有63条，而其他生物的染色体数量均为偶数。这样一来，无法进行正常分裂的染色体，自然就没有办法繁殖后代。正当所有人认为骡子是完全不能繁育后代的时候，又有人发现，其实骡子有着1/41的可能性能够怀孕。但是更多的人却认为，骡子即使能够怀孕，也是必死无疑的。那么骡子怀孕究竟是好是坏？如果它们怀孕了，是否有可能成功将后代生下来呢？为什么说骡子怀孕必死？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骡子真的不能生育？在专家们对骡子的研究中发现，其实骡子是拥有性功能的，在它们进入发情期后，同样会受到影响，从而激发出想要交配的欲望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很多人都会对骡子进行阉割，从而更好的干活呢。虽然雌性骡子有着怀孕的机会，但是它们能够成功生下后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这是因为在我国古代的时候，就一直流传着一句话：骡子生子，寓意不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骡子怀孕了，就代表着即将发生不幸的事情。因此，大部分人遇到这种情况，都会选择将其杀死。除此之外，虽然雌性骡子拥有着能够受孕的子宫，但神奇的是，它们并没有能够开合的盆骨。也就是说，在骡子的生产过程中，很容易难产而死，后代更是因为长时间生不出来而被活活憋死。所以骡子怀孕必死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原因，纯属是因为骡子的自身条件自己人们的偏见。这样看来，骡子没有办法生育后代的充满了人们的刻板印象。那么从古至今，是否有骡子成功生下后代的案例呢？早在公元600年左右，身处战争中的巴比伦为了保证食物的供应，组建了一支由骡子组成的运输队伍。在这支队伍行进的途中，就曾产生过一只骡子的后代。无独有偶，2017年的时候，河北一农民家中的骡子同样生出了一只幼崽，距今能够独立行走，吃饭也不受影响，令人十分震惊。为什么马和驴同样能够帮助人们干活，但是却依旧坚持培育骡子呢？虽然马的身材比较高大，奔跑速度特别快，但是它们的耐力却不强，而驴与马恰好相反，它们的耐力比较强，并且稳定性更高一个。只是驴的身上依旧没有马的优势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人们为了将驴和马身上的优点结合起来，才开始进行培育，从而出现了骡子这样的物种。但是值得一提的是，骡子可不止一个品种，由公驴和母马结合产生的后代被称为马骡，而母驴和公马产生的后代则是驴骡。虽然它们的品种都是骡子，但是却依旧存在着一些差异。驴骡的食量小，性情比较温顺，并且继承了驴的优势，有非常强的耐力，而马骡却刚好相反，它们的爆发力比较强的同时，脾气也更加的暴躁，使用的寿命也没有驴骡长，所以很多人在进行杂交的时候，都会比较偏向于驴骡。相信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骡子一开始并不是用来劳作的物种，在没有大规模繁殖以前，骡子一直被王公贵族当成观赏物。随着杂交技术越来越数量，骡子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的物种，再加上人们发现了它们的优势，才逐渐将其当成了常用的劳动力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